遵守 ESD 防护是泰永每一位同仁共同的责任。现在让我们复习一下 EPA 区域需要穿戴的个人防护设备以及相关注意事项。静电帽，需要将头发完全收在帽子里，不得散落。防静电服，用以提供遮蔽功能。穿着时需将拉链拉至胸前位置。内着衣服禁止露出防静电衣外，包含手表、首饰等物体皆需放于静电衣内。进入 EPA 区后，禁止穿脱或者将袖子挽起，并避免佩戴戒指。静电手环，与皮肤完全接触不可松动，不可过度拉扯静电线或冲洗静电手环，更不可于防静电环的金属片上加水。若防静电线出现破损断裂，请务必及时更换。防静电手套，依据工作需求发放手套，以避免人体直接接触电子产品造成破坏。若手套出现破损，也请及时更换。静电鞋，操作时务必两脚接触地面，不得翘脚，把双脚抬离地面或跨在桌子横杆上。无论是静电衣、静电帽或静电鞋，皆禁止穿出场外。接下来是 ESD 量测的环节，各位同仁务必在入口区域通过 ESD 量测，才可进入 EPA 区。那么 ESD 量测一天要量几次呢？是不是只要当天有记录就好了呢？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哦。每一次进到 EPA 前都一定要重新量测，且不可在他人量测过后尾随进入。正确的量测方式则如以下步骤：请将双脚站立于踏板上，并将静电手环戴好后，将鳄鱼夹夹在测试点。若是插孔式手环，则插入测试孔。完成后，取出个人识别证刷卡，手部触碰量测板进行测量。若无异常，则会全亮绿灯，代表 pass。若亮了红灯，要如何解决呢？是否应该重复几次量看看，搞不好会偶然通过，又或者借别人的设备先通过呢？以上都是错误的观念哦。若亮了红灯，请依照量测板的显示，确认个人防护装备是否有问题。量测板上的3个灯分别代表手部、左脚、右脚。当手部亮红灯，可能是手环或衣服有问题，请确认是否有未穿戴好或者破损。当脚部亮红灯，常见的原因为袜子材质问题，此时请脱下袜子重新量测。若确认该双袜子会使得静电鞋失去功能，请务必不要再穿着该袜子进入产线。当个人装备有问题时，千万不可透过借用他人的来通过量测。ESD 量测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流程，这是我们管理产品品质很重要的一环。因此，请务必找人资或 ESD 常设小组更换装备，确认问题有所解决。接着，让我们看看以下几个案例，找出这些现场发生了什么问题。首先是第一题，请思考这个图片中的人员发生什么问题呢？此画面中的内着衣服露出静电服之外，未遵守穿着规定，且将板子直接放在料盒上。虽然料盒属于防静电材质，但两侧的工作台面皆为金属材质，导电相当快速，因此将板子放在上面颇具风险。身边若有塑胶制品摩擦产生静电，会立即产生导电，使得零件被破坏，且板子放在该处手一抬就可能造成吊板损件。各位同仁也可以进一步思考，是否在工作过程中还有其他情况，当下贪图一时的方便，实际上却隐含着静电破坏风险的情形呢？接下来是第二题，请思考这个图片中的人员发生什么问题呢？人员在作业中，静电手环却未紧贴于皮肤，
当静电手环松动未与皮肤完全接触时，就无法发挥其导掉静电的功能。因此，当手环松掉时，务必及时调整。若有破损，则一定要进行更换。第3题，请思考这个图片中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图片中将套有普通塑胶套的纸张直接贴在板子上，塑胶材质加上摩擦会造成板子受到静电破坏。那么若没有加上塑胶套，是否纸张就能放在板子上呢？答案是不行哦。纸张上的油墨也会产生静电，所以我们都要尽量避免在板子上堆叠各种物品，尤其塑料品务必要与产品保持30公分的距离。当然，各位同仁在产线中一定会有工单或 SOP 的使用需求，因此可以加强在 6S 管理，将这些物品统一定位摆放，需要使用时再去取用。第4题，请思考这个图片中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图片中的接地线出现多处破损，线路直接裸露于环境中。只要各位同仁有观察到这样的情形，一定要尽快与主管或 ESD 常设小组反映，及时将设备进行更换，以避免大量零件持续暴露在缺乏防护的环境下。第5题，当真空封口一掀就开时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此处的问题为敏感元件真空封口失效，外观上看起来蓬蓬的，且一掀就开。所有的敏感元件实际在真空封包时，都要依照规定的秒数作业，避免造成以上情况，使敏感元件受潮或具静电破坏的风险。最后第6题，请思考这个图片中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在库房中的料卷使用一般的塑胶袋包覆着，可能造成旁边的料卷产生静电破坏。因此，所有会产生静电的包装材料或绝缘材料，例如塑胶袋与泡棉等等，都不能用于第1级与第2级防护区域内。请务必使用正确的防静电袋包装。以上是在现场实际上发现到的 ESD 防护问题。各位同仁也可举一反三，多观察工作场域是否有相似情形，一起将 ESD 防护做到更为完善。